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川味道频道。今天我现在人在新加坡，对，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出国，因为其实出国其实还挺危险的啦，所以就好好介绍一下新加坡吧，这是我的国家。到现在为止的话，新加坡有96个案例，大体上还算稳定啦。就是近期以来，就是这几天其实增加的病例人数差不多只有1、2起，大家都开始出门了。比较稳定啦，所以大家都比较愿意出门。今天其实我是要去圣淘沙，让大家看一下圣淘沙会有多少观光客。因为圣淘沙的话，其实算是我们当地新加坡人比较少去的地方，观光客居多了。据说的话，应该是人数会减少很多。另一方面的话，确诊人数是相对比较稳定，就没有暴增的感觉。这在新加坡市面上的话，口罩还是很欠缺的，大体上还是买不到。如果是消毒酒精方面的话呢，还其实比较好一些。往圣淘沙的路上的话，其实人数减少很多。这个呢是买票的那个地方呢，其实也没有开门。我们的政府的话，其实是建议，除非生病的话才戴口罩。如果没有生病的话，其实不需要戴。所以在街上的话，你看到差不多只有18%的人会戴口罩而已。我们新加坡人大数都不会戴。可是如果是搭公交或者是搭捷运方面的话，其实会看到比较多人戴口罩，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密闭空间。大家好，现在已经到圣淘沙路了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新加坡在防范措施方面的话，其实做的还挺好的。像是公共场合的话，其实都有消毒酒精，我已经在地铁上看到几个了。大型的购物商场的话，也会有提供。许多购物商场的话，其实它还有就是温度的检测，进出的人口的话呢，都可以量了温度才能进去。其实要保护大家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就在环球影城。在我后面，其实环球影城方面的话，其实人数还挺多，没有平时那么多，生意难免会被受影响。可是我觉得还好就是该出来的人还会出来，不过观光客是有减少。我现在去找我的朋友，他就在 RWS 这边工作，先找他喝一杯咖啡。去影城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少人呐，因为今天是平日，所以稍微比较少一些。我后面这边就比较空旷，因为这边属于比较多餐饮业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就在 USS 的星巴克，超多人的这边，其实都是蛮多的。开始观光客都回来了，所以是一个好事，还挺乐观的。其实，因为新加坡的还算比较稳定，所以大家对新加坡会比较有信心一些。现在就在 OO Premier 的电梯里面上7楼，这是他们的总大厅。这样我们现在来登记了，就在这个大厅里面。大家，我已经进来到主卧房了。这个是双人床，最壮观的其实是在我背后。风景太漂亮了，这有点背光。大家你可以看得到，这边就是那个新加坡的那个海岸边。这就是厕所。哇，厕所这边的话还可以看到风景呢。这边呢就是那个浴室，这边转过头就看到风景了。就是那个客厅，客厅前面就有电视机。大家，我们来到了厨房了。厨房这边还有一个 Nespresso 的一个机器，这边呢就有它的那个胶囊。大家，这次我们来到了 OO Premier， 其实参加了他们的一个 Gin Tour。他们这边跟 Brass Lion Distillery 是一个酿酒公司一起合作。这个的话是一个配套，所以到了每周六4点半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小巴士带我们去看他们的那个工厂，看看酿酒的过程。刚才我们就在他们饭店旗下的一个餐馆吃午餐，之后过去到他们的酒吧喝了一下，就是他们的 Gin， 就是其实就和 Brass Lion Distillery 一起合作的一个饮料。大家现在到4点半，我们就在第1层楼的汇聚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雕像这边，所以我们准备去 Brass Lion Distillery 了。车程的话，可能差不多有20分钟左右，拖的话是大概45分钟到50分钟。所以在我身后就是这辆巴士，会带我们直接去到那个 Distillery 去。大家，我们坐了一趟车程到了，在后面很漂亮，是这一栋白色的。大家，我们来到了 Brass Lion Distillery， 这边的话它是2层楼高，因为那个托是5点 start， 所以我们先来2楼先登记。2楼的话，这边是一个小酒吧，这边的话会有一个 welcome drink， 之后再过去那个托。这1个小时的话，就是他带我们看就是 gin 的制作过程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品尝它3种不同的 gin。大家，我要去健身房运动了，好漂亮哦！这个就是跑步机，还有小哑铃。今天是第2天了。大
家，我们来到了 Seven， 就是雾 Premier 的那个餐厅。今天早上的话，就是属于国际自助餐的话，这边就有沙拉、芝士柜台、面包种类还特别多，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咖啡机其实挺厉害的，用 Espresso 的，但它的 Espresso 的加糖是比较大。大家，我们在雾吃完早餐了之后，我们现在来吃传统的早餐，因为这边我们现在在的是商业区 CBD， 所以商业区的话，其实到了周末其实会比较少人。我们现在要去吃的早餐店就叫做雅坤，是新加坡的一间连锁的一个早餐店。这间我们去的会属于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它是属于新加坡的第一间雅坤。它原本的位置其实不是在这边，可是因为经过搬迁后，也是新加坡唯一一间没有空调、没有冷气的一间雅坤。菜单上面的话会有点不同，饮料方面的话只有一个 size， 其他的雅坤的话就有分中杯和大杯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到了雅坤的 OG 店。这一间店的话，其实是历史其实挺久。网上我查看的话，有些是讲1925年，有些讲1944年。这一间的话呢，就是比较特别，就是外面其实是没有空调的，就完全都是以电风扇为主。这边人潮真的很多。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是周末来，可是半个小时内就特别多人了。其实还好，就是因为这边的座位其实还挺多的。这边的菜单的话，其实跟普通雅坤会有点差别，它味道其实跟其他连锁店的雅坤其实是差不多，只不过你看它的那个容器是有点不同，它的杯子的话就有点复古的感觉。其他雅坤的话都是以白色的杯子为主。面包方面的话，所谓的烤吐司叫的是就是卡亚，它是属于比较新加坡口味的一个早餐。我们新加坡人的话，其实吃吐司我们就会把它沾进咖啡或者沾进茶里面。一方面的话就让它变软，一方面的话那个吐司会比较有味道。大家，所以我们的鸡蛋的话，其实就会是加了胡椒粉，还有加酱油下去，吃起来就会比较有味道一些。大家，我们吃完雅坤了，虽然那店是8点半开，可是差不多9点的时候就人真是爆满。所以这在9点之前来还是最好。今天早上我们就我们来吃的就是这个早餐店。大家，我们点的就是它的那个咖啡，还有就是它的吐司。早上的话就是没有甜甜圈，就甜甜圈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下午，就是差不多11点或11点半之后才会有。我点的这个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它的那个cheese吐司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其实他们菜单上面就有2个固定的，看上去的话有点像就是台湾的早餐店。吃起来还是挺香的，里面的话就是有cheese以外，就是还有肉碎吧。它里面的话就是加了很多洋葱，所以是会比较有鲜甜的感觉。不过起司的话，其实是偏咸的味道。哦，它算是炭烤的吧？你看，就是它的那个外层的话，其实是黑的，很焦。那焦的话，我觉得它有点偏苦了一些。如果没有那么焦的话，会好吃一些。可以这样做，里面是没有肉块的，里面是就是洋葱还有起司在里面。起司的话还是属于一个半融化的状态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吃完了早餐后，我们现在去吃午餐，就是 A Noodle Story， 它算是米其林必比登的一个地方，卖的主要还是面，其实它价位其实会偏高一些，一碗面的话价位可能是8块到10块。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去呢？其实因为是平日的话，其实真是太多上班族了，因为它位于就在这个市区这一带。大家，我们来吃 Noodle Story 了，就在这边。我们要找那个摊位啦，因为熟市中心的话偏大，有特别多摊位在这边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吃了 Noodle Story， 它价钱其实还挺贵的，这个小碗的话是9块，这个中碗的话12，个大碗是16的话，其实它有配了额外一碗的汤，里面就有卤料啦，是那额外4块钱就是那一碗。它的中碗的话就是它的典型那一碗，就是来了1粒鸡蛋，里面有2片猪肉、3粒云吞、2片炸虾，是稍微有点小贵，我觉得它就有点像云吞面的那种釉面，太不错。对，就是云吞面那种黄细面，大体上其实它的料其实跟云吞面差不多，就是有云吞在里面。而且其实我们拍照一段时间，可是它面其实居然没有变硬，还挺不错的。就像它的云吞吧，云吞好肥哦，因为云吞里面其实包了2个虾，然后会这样肥大。影片就到了一个段落咯，喜欢这个影片就在下面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或者是追踪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查看我的最新动态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